2003年，一起发生在日本的惨案，一家4口在家中惨遭灭门，抛尸海中，凶手甚至连11岁、8岁的孩子都没有放过。而心狠手辣犯下如此罪行的，竟是3名中国留学生。案件的发生使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备受敌视。3位留学生为何如此行事？他们又酿下了怎样的悲剧？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。莫看天面平如镜，要看水底万丈深。欢迎来到解密日记，我是超人。日本福冈县福冈市是日本北九州最大的城市，拥有150多万人口。福冈市海岸线上的博多湾承担着日本九州重要的货运任务，中日韩海上货物很多都是在此中转。2003年6月20日，正在博多湾码头附近的一艘渔船在收网时，意外打捞上来2具尸体。2具尸体被人用手铐连在一起，脖子上缠着尼龙绳，看起来像是一个成年男子带着一个女孩，可能是为了让2人沉入海底的关系。在手铐下面还坠着哑铃和铁块。渔民看到这一幕，吓得够呛，赶紧就拨打了报警电话。警方到达现场，对码头附近的海底进行了打捞，结果再次发现了2具尸体，与前面那2具尸体一样，同样是被用手铐铐住，手铐下同样拴上了哑铃。而这2具新尸体分别是一名中年的女性和一个男孩，其中女性尸体衣物全无，身上还带着许多伤口。如果不是渔民意外在捕鱼过程中发现，也许这4名死者将永远沉埋在海底。发生了如此恶性的案件，警方这边马上就对4名死者的身份进行了确认。很快，一条重要的线索就进入了警方的视野。就在尸体发现的这天早上，就曾有一位老人报警称，他的儿子名叫松本真二郎，家住福冈市东区。正常每天早上，老爷子都会来到儿子家送孙子和孙女去上学。可就在今天早上，老爷子像往常一样到了儿子家，可家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儿子的奔驰汽车也没停在屋子边。老爷子有些纳闷儿子自己去送孩子了，还是一家人出门了？不应该呀，怎么也没告诉自己？带着疑问，老爷子用备用钥匙打开了房门，发现整个屋子空无一人。儿子松本真二郎、儿媳妇松本千佳、11岁的孙子松本海以及8岁的孙女松本洋菜都没在家。奇怪的是，孙子孙女的卧室和浴室看起来都很凌乱，特别是浴室，虽然像是清洗过，但隐约能看到类似于血迹的东西。老爷子感觉不对，打儿子的公司和个人的电话通通都联系不上，有了不好的预感，可能是出事了，赶紧就报了警。老人告诉警方，就在前一天晚上，儿媳妇还带着2个孩子来到了他家，一直待到了晚上8点半才离开，绝对不可能什么信息都不留就突然离开。警方这边正在调查松本一家2大2小的意外失踪，下午就在码头发现了年龄相仿的2大2小的尸体，怎么会如此的巧合？遗体的身份鉴定很快，码头上打捞的4具尸体正是松本一家。那么谁会对这一家4口做出如此残忍的行径，连孩子都不放过呢？在确定了死者身份后，警员对松本家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勘查，在门左侧的一间卧室地上发现了脚印儿，推测凶手可能是通过未上锁的窗户进入了这个房间，再进行作案的。接着通过对现场脚印的分析，警方判断凶手至少是3人以上的犯罪团伙。松本家1楼浴室里的玻璃门碎裂了，但是现场并没有玻璃碎片，地面发现有大量的唾液和尿液痕迹，似乎是有人在这里被打倒在地上，可能是昏迷或者死亡，导致唾液和小便都失禁了。原本放在家里楼梯间的吸尘器不见了，警方怀疑凶手在离开这里前还做过打扫。进屋的玄关处，警方发现了搏斗的痕迹，除上述发现外，对屋中财物进行整理时发现，家中现金、奔驰车不见了，首饰、电脑等贵重物品并没有动。灭门惨案的发生，日本国内上下震动，抓捕凶手成了当务之急。警方将排查的重点放在了松本家的社会关系以及丢失的奔驰车上。这一排查还真有了惊人的发现。松本真二郎的社会关系相当的复杂。松本与妻子千佳是高中同学，90年代结婚后育有2个孩子。他在福冈当地有2家烤肉店，之前生意一直很好。
可到了2001年的9月，日本出现了疯牛病，本地人都开始不吃牛肉了，两家烤肉店也难以为继，关了门。随后，松本又做起了女性服装的生意，可这次创业并不成功。2003年的3月，因为长期以来生意一直亏损，松本夫妇为了把买卖维持下去，铤而走险，把烤肉店、家中房屋通通抵押了，借了近2亿日元的高利贷。借的这些钱还有2-3个月就要到期了，是不是有可能是放贷公司行凶，或者是松本觉得走投无路，带着一家人寻了短见呢？但松本真二郎的父亲很快就否认了这种说法。老爷子家底很丰厚，除了有不少的储蓄外，在福冈当地拥有3处房产。只要儿子开口，老爷子竭尽全力，还是可以帮助儿子还清债务的。松本真二郎根本没有必要做这么极端的事情，而放贷公司本就是逐利的，最多就是榨干债主还钱，没必要置人于死地。社会关系这块，警方没有进展，在物证上却有了许多发现。4名死者中，女主千佳受到的伤害最重，有被侵犯过的痕迹。在千佳的10个指甲里，发现了大量的陌生人皮屑。警方分析，这是歹徒在侮辱千佳时，千佳拼命反抗，抓挠对方，才会10个指甲都有皮屑。在随后的化验中，顺利从中提取到了全部的 DNA 样本。另一边，4具尸体所戴的手铐，这些手铐质量一般，不是警用的，更像是成人玩具。其次是随死者一起沉入海底的哑铃，有2种类型，其中松本以及2个孩子身上的哑铃是日常健身器材店里能买到的那种，而千佳身上呢，与其说是哑铃，更不如说是一个铁块，表面是锈迹斑斑，重量也比松本真二郎和2个孩子身上绑的哑铃要重得多。随后，警方在全城的情趣用品店和体育器材店展开了调查，很快找到了售出这种作案工具的店铺。这2家店离松本家都不远，并且店内都装有摄像头。通过监控的排查，很快第一嫌疑人就浮出了水面。接着，警方通过监控画面分析，于2003年的7月22日公布了第1位嫌疑人的画像。茫茫人海，一张画像能帮助警方找到凶手吗？就在警方公布监控及画像的1个月后，福冈当地的一家日语学校传来了消息，该校学生就举报说，画像中的人长得特别像他的一个同学王亮。警方结合情趣店老板指认和监控画面，认为王亮确实有很大的嫌疑。死者千佳的指甲里留有凶手的 DNA， 只要进行比对后，就能够确认王亮是否与本案有关。警方根据调查，王亮是吉林长春人，只有21岁，家庭条件不错。1年前来到了日本留学，就读于这家语言学校，计划是在日本考大学。但王亮的成绩很差，在国内似乎就是不良少年，到了日本以后，没有家人的约束，更是无法无天。他在中国留学生里面称王称霸，多次殴打自己的中国同学。2003年的5月，王亮因殴打同学被语言学校给开除了。正常来说，王亮已经不是学生了，没有合法的身份，理应回到中国。可他并没有回国，一直滞留在日本，还联系了语言学校的室友，在距离松本家1公里不到的地方合租了一间公寓。警方得到了消息，立刻赶往了这间公寓。没想到王亮跟室友已经离开了。警方意识到不对劲儿，立刻查询了出入境记录。果然，在案发后的2天，王亮和室友已经乘坐飞机回到了中国。王亮的室友呢，名字叫做杨宁，他还在上学，为什么也突然跟王亮一起逃走呢？在案件调查过程中，就有证据显示是团伙作案，可见这个室友杨宁很可能就是王亮的同伙。杨宁呢，也是吉林长春人，23岁，他的学习成绩比王亮好一些，此时已经考取了日本一所私立的大学。2人在长春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，到了日本关系更加的亲密。王亮本就是不良少年，来到日本后也没有收敛，整天出入日本的各类娱乐场所。杨宁本来还算老实，在日本期间还做过一些兼职工作补贴学费。可朋友就是影子，慢慢的也被王亮带得不学无术，2人一起吃喝嫖赌，欺负同学。本来杨宁已经考入了日本的大学，他却以身体出现问题为由，向大学申请了1年的休学后，和王亮在日本鬼混。警方在2人租住的公寓里找到了很多毛发，将女受害者千佳指甲中的皮屑同王亮和杨宁的 DNA 比对，结果完全吻合。同时，在案发现场也出现了2人的指纹，显然他们就是灭门惨案的真凶。日本警方一面希望中国警方协助调查，尽快抓捕逃回国的王亮跟杨宁，一面继续追捕第3个凶手。
在千家的指甲中，一共有着3个男人的 DNA， 现场还有另外一个陌生的指纹，也就是说，除了王亮跟杨宁以外，还应有一个同伙。在调查同王亮、杨宁交往密切的人员后，警方发现了多个中国籍的嫌疑人。经过指纹比对，一个叫做魏巍的留学生走进了警方的视野。魏巍，河南新密人，24岁。高中毕业之后曾参军入伍，退伍后在国内学习1年日语后，2001年来到了日本留学，连续2年考福冈大学都失败了，只得考入一家日本的短期大学就读计算机专业。魏巍参军时就练过散打，还曾得过省一级的散打比赛的名次。来到日本之后，王亮经常同人打架。2003年的2月，王亮在网吧与魏巍相识后，就经常向魏巍请教搏斗的技巧，时间长了就熟络了起来。魏巍因为日语不太好，很难融入当地的生活。当结识同为中国人的王亮跟杨宁后，找到了归属感，接触的多了，魏巍也开始不去上课，还有样学样的做起了坏事。2003年的3月，魏巍就曾带着2个中国人拦路抢劫，抢走了中国留学生的26万日元。这些留学生认识魏巍，唯恐被他报复，没有敢报警。他还曾在日本因为琐碎的小事儿对一名女留学生拳脚相加，女生报警后，魏巍被拘留了几日，在日本还留有案底。至此，这3个臭味相投、好逸恶劳的人天天聚在一起。日本警方紧急调查，发现魏巍并没有离境记录，他还在日本。警方发布了通缉令。2003年的8月，在福冈机场将准备登机飞往中国的魏巍抓获。魏巍被捕后一言不发，拒绝回答任何问题。警方提取魏巍的 DNA 比对，证实他就是伤害松本一家的凶手之一。然而，王亮跟杨宁尚且没有抓住，魏巍保持沉默，难以确定谁是主犯，案件陷入了僵局。日本警方请求中国警方尽快抓住王亮跟杨宁，以便搞清楚案情。警方非常的重视。2003年的8月19日，在逃回中国2个月后，王亮在辽宁的辽阳被抓获。王亮深知自己罪大恶极，主动交代了作案的经过和同伙杨宁的去向。1周之后，杨宁也在北京被抓获。至此，在福冈犯下灭门惨案的3人相继落网。那么，他们为何要对松本一家动手？又到底做了什么呢？王亮、杨宁、魏巍3人每天混迹于网吧、酒吧、游戏厅，3个人手里的钱花得很快。为了能够快速搞到钱，几人打起了盗窃的主意。在学校、宿舍、商店，他们是频频出手。最多的一次，在杨宁的策划下，在他曾打工的汉堡店偷走了230万日元。但这些钱也都被几个人很快就挥霍掉了。2003年的6月，手头已经没什么钱的3个人又聚到了一起，谈起到日本的窘迫，留学花了不少钱，也没学到东西。如果不上学，签证很快就会过期。既然待得不开心，不如干一票大的就回国去。可作案对象选谁呢？杨宁想起来，自己每天打工的路上都会路过松本家，房子很大，门前停着价值不菲的奔驰车，家中只有妻子和2个上小学的孩子。男主人每天晚上回家都很晚，杨宁觉得他们家肯定有不少钱，男主人又看起来瘦瘦小小的，也好下手。在他的提议下，最终3人决定就以松本一家为目标，并各自分头准备了一系列作案所需的工具，并于2003年的6月19日晚上23点行动了。当他们到达松本家门口时，没有看见奔驰车，知道男主人并不在家。3人悄悄地翻窗进入了屋子。进来后，他们发现1楼浴室里有人正在洗澡。上到2楼，看到松本海跟松本洋菜2个孩子已经睡了，推测浴室内应该是女主人。分工后，由杨宁跟魏巍去浴室控制住松本千家，王亮则去2楼看着2个孩子，防止他们醒来后大吵大闹。杨宁、魏巍闯进浴室，看见一丝不挂的千家动了邪念，就将他侵害了。接着，魏巍掐着千家的脖子，将他的头按入浴缸中，直到千家没有了呼吸。2人离开浴室，在松本家翻找财物，只找到少量的现金和银行卡后，登上2楼与王亮会合。面对2个孩子，王亮提议先将睡在下铺的松本海解决，再把上铺的松本洋菜做人质。等男主人回来后，逼问其银行卡的密码，再将他们全部解决。凌晨12点23，魏巍拿起枕头压向了松本海的面部，而王亮则按住了松本海的双手。11岁的松本海挣扎了几下就没了动静。最终尸检显示，松本海死于因压迫颈部而引起的窒息死亡。杀害松本海之后，杨宁叫醒了上铺的松本洋菜，
用胶带封住了他的嘴，然后将其双手用手铐铐住，来到客厅等待松本真二郎回家。凌晨1点40，松本真二郎驾车到了家，在屋里的杨宁、王亮听到开门的声音，拿刀架在松本洋菜的脖子上。松本真二郎开门见状，只得丢下包，举着双手走到了两人的跟前。三人翻找了松本的背包，只从中找到了少量的现金，就以女儿威胁逼问其银行卡密码。松本真二郎赶忙解释，虽然自己住着大房子，开着豪车，但是生意很差，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，根本没有钱，请求王亮三人放过女儿，车、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可以拿走。王亮见松本到这个时候还不愿意给钱，一怒之下就当着他的面活活将8岁的松本洋菜勒死了。知道妻子、儿子已经丧命，又亲眼目睹了女儿的死，松本真二郎用仇恨的目光看着三人，再也不开口了。三人对他拳打脚踢，用哑铃砸，朝死里打，直到松本被打得休克过去，也没有透露任何信息。意识到事情可能搞砸了，三人将一家4口两用手铐绑在一起，坠上哑铃，处理现场，擦拭血迹，把他们装上奔驰车，来到了福冈市的博多湾，趁着四下无人，将一家4口抛进了海中。随后，三人驾驶着奔驰车向远郊的96米市驶去。事后，三人清算，害死松本一家4口，最终抢得37000日元。你没有听错，只有这么多。37000日元，甚至只够买一张飞往中国的机票。为了区区这么一点钱，他们3个人就酿下了如此的惨剧，连2个孩子也没有放过。三人决定把车丢到离福冈市稍远一点的地方。早上5点多，他们把车停到了96米一处工厂的停车场，就分开了。魏巍拿着分得的1万日元，一人返回了博多站。回家的路上，将作案的胶带和手铐扔到了垃圾桶里。而杨宁、王亮2人在去往96米车站的路上，随便找了一个垃圾桶，将抢得的银行卡和存折都放到了垃圾袋中。三人都以为尸体处理得很完美，就算一家人过段时间被发现失踪了，也很难追查到他们的身上。但是仅间隔了1天，他们就从电视上看到了关于这起案件的报道，3个人都慌了。王亮和杨宁急忙买了当天的机票逃往中国，魏巍没钱买机票，只得藏了起来。直到2个月后，三人相继被抓获，等待他们的将是来自法律的审判。2005年的1月24日，杨宁被判处死刑，王亮因为有自首的情节被判处无期徒刑。同年的7月12日，杨宁被执行死刑。2005年的5月，魏巍被日本福冈地方裁判所判处死刑，随后魏巍提起上诉。2011年，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魏巍的上诉，维持死刑判决。2009年的12月26日，在关押了16年之后，已经40岁的魏巍在日本被执行死刑。魏巍在被捕后，曾给家人写去了一封信，信中只有1个字：悔。可惜，这世上许多事是没有后悔药的。魏巍在庭审时，检方称凶手在行凶时感受不到良心的苛责和对生命的敬畏之情。这个悔字，现在看来颇为的讽刺，是不是反省过的真心话，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。这起案件的影响非常的恶劣。案件发生后，福冈很长一段时间，中国留学生找工作非常困难。日本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审查也变得比以前更加的严格，很多来自长春的留学申请都被日方拒绝。而日本学校提供给中国学生的奖学金，也由于这起事件的影响，出现了明显的减少，甚至中国留学生想在日本图书馆办一张借书卡都不行。日本留学生寄宿家庭不再接受中国人，等等一系列事件。王亮、杨宁、魏巍3人犯下了滔天的罪行，以死谢罪，而后果却需要所有留学生去承担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，我是超人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